嗨，这里是 Dimi Studio， 我是大明。那最近6月正值毕业潮，那有许多学校都办了自己的音乐会，还有成果发表会。我们今天就来聊聊我如何帮我所指导的2轮国中举办以及筹划一场毕业音乐会。每间学校的状况不一样，所以学校行政端的事情就不在我们今天的讨论范围内。今天我们会以指导老师以及学生需要做些什么事情来分项讨论。初期我会用这个思维导图MindNode 来写出大概的分工那包含学校端要处理的事情，然后学生以及我应该要负责什么样的项目，然后再针对这些项目安排相对应的负责人以及时间的规划。那毕业音乐会主角是3年级的学生，所以理想上这些学生当天就只要演出就好。那一些各种杂事我们就是让国中2年级的学生来担任这个音乐会的主要工作人员。好，那我们就先来谈一下毕业音乐会的主角那个国3的学生他们需要做一些什么事。好，那每年的音乐比赛决赛结束后这大概是3月中之后，我就会开始给国3的每一组重奏学生大量的来使用音响练习，让学生去适应这个口琴透过音响所发出来的声音，去改变音色啦，改变音量。因为透过音响这个口琴所演出的这种感觉会跟一般直接吹会差非常非常多。当然吹奏的方法还有控制的方法也会不一样。那练习的部分包含怎么样握持麦克风，快速的调整麦克风架或者谱架摆放的位置，然后在这个组合站出来的时候，你怎么样去安排队形，然后怎么样去看到每一个人的暗号，这个东西都是我们在3月到6月这段期间所需要去做的。那这段期间最重要的就是要让学生知道自己在舞台上的样子，以及使用音响所演出之后的效果。这个音乐会最重要的人物就是国2的学生。那国中2年级的学生，他在经过1年的口琴吹奏，他会对于音乐有一定的基础以及认识。那接下来我会教他们做一些基本的音响器材的调整，包含接线啦、麦克风架、谱架，还有一些最基本的参数调整。那让他们可以在毕业音乐会的时候协助3年级非常顺利的走完这些流程。那通常我会把这个组别分为3个组别。第一个就是最复杂的场务组，他需要知道所有台上的麦克风编号，那谁要拿第几号麦克风，那有谁需要谱架，有谁需要麦克风架，所以他们手上会握有一张场务图，他们可以随时的去记录，去调整临时所发生的状况。那第2个组别就是场副组，在每次我们彩排或者是团练结束之后，他们要负责把所有的线材以及器材归位到我们下次团练准备要使用的状态，所以他们要很熟练的去拆装器材以及收线。那第3个组别就是器材组，器材组要负责清点所有的器材，以及音乐会当天搬到场馆，以及结束之后要搬回到团练室的这些小环节。那这3个组别如果大家都可以把工作做好的话，音乐会就可以非常的顺畅。接下来的几个环节我们分项来讨论。好，那我们先来讲一下彩排的部分。通常我会请学校帮我预留1整天来做音乐会的准备工作。那学校端就需要帮学生请公假，这样可以在任何时间点我们可以来调配学生的
工作。那一早我会跟器材组的学生先把器材搬运到表演的场馆，然后之后我就会开始跟音控来架设这些器材。那所需的时间大概是1个小时至1.5小时左右，我们可以把这些线都架起来，然后学生可以开始彩排。当所有线材连接完毕，我们确认音响可以正常的发出声音之后，我就会让3年级的每一组学生依序彩排。那这时候2年级的场务组在记录这个麦克风编号的这些人就要同时间跟3年级的学生一起来调整。3年级在调整音色、调整音量比例，那2年级的场务组同时也要记录这些3年级的学生他需要哪些器材，或者是临时要做哪一些更动，那并且滚动式修正各种问题。所以整个上午的行程最重要的就是分组彩排，那会把音色跟音量调整好，然后记录在这个数位的混音器里面。那等到下午我们正式演出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一组一组的把它存储的东西把它读进去，你就可以很顺利的做好这件事情。那在上午的时候，我也要确认我们演出的3首大合奏，在台上总共会有16支麦克风同时运作，也要确认这16支麦克风它的音量、它的音色，还有每一个人他手上拿的这个麦克风编号是不是正常，是不是正确的。经过上午的分组彩排，中午我们会有正常的吃饭时间以及一小段的休息时间。那在休息过后，我会要求学生正装，也就是你演出时候要穿什么样的衣服、什么样的鞋子，以及你用什么样的妆法。那这个东西会影响到接下来总彩排摄影师拍照出来的成果。好，那正装换完装之后，下午开始的打击彩排，我们需要确认乐器在摆放的问题，以及进退场这些大型的乐器会不会有动线卡住，或者是临时需要摆放这些大型乐器，他们需要摆在哪个位置，以及各个乐器的定位问题。好，那再来是因为打击我们没有架设音响，所以我们要确保在台上打出来的效果是不是可以很顺利的传到台下听众的耳朵里面，这个都是我们在打击彩排的时候要确认的。那最后就是这整个彩排活动里面最重要的总彩排。那总彩排会包含主持人的主持稿，他的串场，那以及场务人员的所有麦克风的编号，还有各组的演出。在时间许可之下，我们当然是可以把整首曲子都走完，但是在大部分的时候我们只能走一小片段。其实最重要的还是顺的把流程完成。那同时间这时候在总彩，摄影师就可以拿着他的相机去帮学生捕捉许多特写的镜头。因为在正式演出的时候，摄影师不可能走到太前面，那在移动的时候也要考虑会不会影响到观众的这种视线问题。所以我们大多数的特写照片我们会在总彩的时候帮大家拍掉。那正式演出摄影师就可以更专注的在捕捉现场观众的这些互动，还有一些气氛照片。那总彩这时候我就只需要坐在台下，静静的看着舞台上学生一步一步把事情做完。那我看着我的流程表，那跟大家确认每一个环节没有问题，是否有没有缺漏，这样就可以了。音乐会现场的流程表，我会在音乐会举办之前就先预想这些学生最后演出的成果，还有他们所演出这些曲目有什么样的特性，并且安排适合的开场曲
与这个结尾的曲目，那在中间再放入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桥段或组合。那我会尽量避免这个同类型的曲目太过相近，尽量让它分开一点，才不会这个听下来太过一致，容易想睡或者是太沉闷的这个问题。好，那在这份表格里面，我也会精准的去记录在每一个时间点需要谈话的内容，以及它这个谈话大概是什么样的主题。那如果可以的话，尽量是可以跟接下来的曲目是有一点相应关系的。那同时间你也需要正确的去记录你所使用的麦克风，因为现场有许多无线麦克风，这个主持人会有，那长官来宾致辞的时候会有，以及身为指导老师，我们讲话的时候也会需要有无线麦克风。所以这份文件除了让音控人员可以看场务图，那他同时也有第二次再确认这个麦克风有没有拿错的这个空间，所以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好，那最后当这些文件都准备完成，那我们在吹奏以及在讲话的时候，才不会有这个麦克风开错或者是忘记开关的问题。接下来我们来谈一下这个音乐会最重要的场务组。那这个音乐会走的流程顺不顺畅，场务组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关键。所以这个组别的人，我通常会选择头脑清晰，然后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他要明确的知道说哪支麦克风哪个编号现在要在哪一个人的手上。假设临时出了这些状况，他也要有临时的这种快速的应变能力，或者是他可以快速的跟我沟通，那我们及时讨论现在需要怎么样解决这件事情。那例如说大合奏，台上同时有15、16支麦克风，你要如何在20秒、30秒内让大家都可以准确的拿到正确的麦克风上手，然后准备好要演出，所以场务组是非常非常关键的。那同时我也要求他们要有快速调整麦克风架以及摆放谱架的能力。那基本上我也会训练3年级这些演出的学生自己去调整。但是如果这些演出的学生他可以在台上少做一点事情，更专注在他的演出，那我觉得会是比较好的。所以在毕业音乐会的前1个月左右，我会开始做这个场务彩排。演出学生会知道自己所拿的麦克风编号，那同时间场务组的这些学生，他们也会有手持场务图，然后知道说这些人的正确姓名以及他所要拿的正确编号，这样我们双方彼此确认，就比较不会出错。然后我们会依照这个演奏会的曲序走完上下半场，然后去滚动式去修正每个环节可能会出现错误。例如说在第4到第5首之间会因为换麦克风线材会打结，或者是说贝斯麦它在跟动的时候会来不及更换，这些东西都是你在做场务彩排的时候你应该要发现的事情。那因为在正式演出的时候，如果你有一条线是错误的，或者是麦克风拿错，就会造成你原本已经彩排好的这些存起来的参数是错误的，就会让你演出时候的效果大打折扣。今年是我教琴满第11年，累积了许多的毕业学生，那每一年大概都有30个左右。于是我们今年发起这个校友回娘家的活动，邀请这个历届毕业的学生们一起回到这个熟悉的舞台，孕育大家成长的舞台，那跟学弟妹们一起来吹口琴。所以我花了一些时间把这个历届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曲目把它串在一起，编成了组曲的形式。但这件事情讲起来简单，但实行起来有很多联系练习上的问题。除了遇到周五晚上
这个高中生要补习，有放学的问题，也正值6月初，大学生期末考水深火热，那甚至有一些学生已经出社会工作，有要请假的问题啦，或者是有一些人已经成家立业了，有家庭的这个时间安排的问题，所以我们在彩排的时间就变得非常非常的有限，大概只能让大家上台吹个1-2次，熟悉一下段落，熟悉一下我所指挥的方法。那甚至有部分的学长姐他们是赶不上彩排的，他们是到音乐会的一半才回到这个2轮国中来，所以他们就是口琴拿着，我们就直接上台去演出了。但经过了这段时间，我看到大家给的回馈都还蛮不错的，有人表示这个可以再次站上舞台吹口琴，感觉是很好的，虽然错音很多，但是这种感觉是他很久没有感受到，很熟悉的。那甚至有些学生问说，会不会在未来的每一年都可以有这样的校友回娘家的活动，大家可以聚集在一起，然后聊聊天，然后谈一下这个彼此的近况，然后跟这个大家分享一下当年吹口琴的一些非常值得回忆的事情。那感觉到大家对这个活动都还蛮正面的，所以我想这段时间的坚持与这些辛苦都是蛮值得的。好，那这几年教学下来确实也累积了不少的新的感想。那我想接下来如果有机会我们再来陆续跟大家分享在这一条口琴路上的酸甜苦辣。OK， 好，这里是D-Min Studio， 我是大明，我们下次见喽，拜拜。